刷过，所以那它有的便宜，有个的贵的，小龙虾得200多一份的吧？挺好。119。对，那个斤数我就看着分量很多，他觉得很贵，我说不贵，那么大分量。贵，它应该是长沙这长沙里面的这托不贵的了。哦，我觉得不贵啊。要知道你去，我肯定不，要你掏钱，我肯定不会带你去那个地方。我们平时外卖吃的也很贵，平常消费水准高了，就我这种平民消费，那我就觉得是肯定是高的。我吃过太多山华到大排档那种价钱了，就不是这种价钱。所以你去国外吃那些东西，你不会拉肚子吗？我吃的还是就是路边的粉啊。对啊，不会拉肚子吗？没有，从来没有。但泰国活得可好，我在泰国很舒服。印度呢？印度我咋敢去啊？我可没去。但我觉得泰国那些路边的东西都会有一点点变质啊，因为它太热了。它都是热水，就是给你煮的那个粉啊，它也是粉。泰国吃的粉其实跟刚才这个粉很像啊，对，有一点就是这种口味。所以我吃我觉得还行。路边小吃我都不敢看。我没有吃的话，我就吃面包，吃水果。我们会买一串。就那个直男就跟你一起。对，买一串香蕉，我们在路上。他也不讲。不讲那个。我们甚至有时候买旁边糯米饭，人家给你手一抓一大把，然后给你塞个牛肉干里面。好吃吗？我靠，泰国老挝糯米饭非常好吃。他们那些人进山里面砍树，要砍个3天，砍红木嘛，他们就装这么一篮子那个糯米饭带到山里面去，能吃3天。其实你放着就行。真的很好吃，那糯米饭天天想吃。这次去泰国去吧，带我们去。开车带你们从南到北吗？租车贵吗？我不太知道租车的价格，可以回头查查。但是我当时如果以摩托车的价格，我每天的消费大概是50块钱。摩托车好骑？没有，我算上我的油费，我大概。摩托车会交通会好吗？我怕你们俩辛苦，你们俩风吹日晒。不是，我怕那个什么，我怕那个路上车比较多，我技术不行。哦，那我也是第一次骑摩托车，当时。然后我觉得一路还挺好的。就它雅马哈的摩托车性能是真的很强。它不会很沉吗？我骑的是那种像电动这样的小摩托，我骑不了那种，就是脚踏那种，我可受不了，我等一下踏死我。我还以为是那种老式的摩托车。没有，我一骑就飞起来。最近那个沾雪那个不是挺火的吗？沾雪。哦，那种摩托车太这玩意拿冠军了吗？不知道。我前2天给他看那个。央视都报了几天。前2天给他看那个电瓶车，他非常想买个电瓶车。啊？你又突然想买电瓶？他想买，他就喜欢开电车。你当时买这个北京的时候，是因为为了回去而买？就我们就没车呀。所以你直接把那个车卖了？卖了，他就买这个了。然后他觉得开车不太方便，想买个电瓶车。很小你说的电瓶车就是2轮的是吗？他喜欢开那个小牛是吗？那我觉得很贵。小牛有点贵，你买个20多的，跟林浩哲一样。20多的很便宜的。对啊，林浩哲。那我想给你买一个，就是好看一点。电瓶车别拿手吧，那肯定贵啊。对，就是那种有点像摩托车的好的电瓶车啊，就跟像拍的台湾剧的那种。不是，它是有点像那个，就是又像自行车又像摩托车，然后其实是个电瓶车。但是电池好像就是只能跑80。现在有200。80啥呀？80千米啊，80公里啊，能跑那么远的啊？你们那个电瓶车会更近吗？80公里还？80公里很近吗？很远吗？太不远了，你跑那个健身房来跑但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会骑1个小时。这个就是毛主席的理想。1个小时，差不能啊！1个小时是60公里，不是开车1个小时是60公里，那80公里也行啊。但那个摩托车80公里的要7000多，那就舍不得买。那么贵，算了。林浩哲很聪明，他买了一个外卖员不要的车，外卖员的车，而且是经过改造，就电量非常大啊。我当时买了一辆那种。但他那个是那个小车吗？换了吧，后来换了。你买2手其实也够用，你就是代步嘛，你买个特别好的干嘛？是。
然后呢，每天去片场就骑的那个。对，他每天去高碑店骑电动车还快一点，打车都麻烦。它电量真的是足。对，那时候专门换那个。在家边上，你确实骑电动车。等你再剪一个片子，我就送你一个小电瓶车，7000块。我想我自己买了，我还剪片子。小牛也没那么贵啊，小牛也不是小牛，这啥玩意儿？雅迪。爱玛，反正就是一个挺潮牌，爱玛特别漂亮。你现在搜，就颜值高的那个摩托车，颜值高的电车。抖音搜吗？对，哪里都行。颜值高的那个电瓶车。这种，我操，这种啊，看着就贵。这个我想你买这个，买这种看着。Super 73，就这种的 Super 73。哦，这种确实，最近有很多人骑这种的。想这看着就贵。它没电了，应该可以踩。对，它可以踩。啊，摩登造型。对。确实，我看了挺多人骑这个。挺轻便应该。就是高配要15000呢。能带人吗？带不了人。实用价值就不行。颜值高。不要过来颜值这一套。就这种都是7000-6000低配。9号集合，你们说的是什么？在直播吗？对。哦，他跟你说 Nine Ball。Nine Rope 的那个牌子吧，9号。9号就是那种最便宜的车，不是吧？有人给你建议让它分版本。哦，这个还有雅迪的，还有小牛的。对啊，这个都是5、6千、7、8千。新日的。有个牌叫 Nine Ball， 这个现代的。哦，就这种的呀。Nine Ball 其实跟那个长得挺像的，跟这个小牛长得挺像。叫现代吗？好的，是现代。那我以为是这种车。Nine Ball 确实也蛮有名的。它有一个车，就是前面带一个大减震，哪个来着？特别好看。他这个骑电车最讨厌的就是带头。哦，在哪里？你说在长沙吗？哪里都带。北京不也带呀？北京不也？北京当然你该带，因为北京特别慢，北京交通特别乱。这个它前面带一个那个大减震。我这买的电动车就买的这二手的1000块钱。你刚才那个车，我觉得它就是因为造型好。造型好。它应该裁定可以，因为你看它的轻便，但是它的硬度要上去。那 Super 什么牌子？Super 73吧。对，73。我在电动车品牌上没有怎么找到这个，大家一般都是 Nine Ball、小牛和集合。这个是现在最贵的，就是最好的、最热的，最贵的。就是造型，你觉得跟他人长得比较搭配，属于很酷飒。跟人比较搭配。长得就是他很 old school 吧？old school， 他明明是硬汉头。那我为了显得自己没有那么硬汉，特意买了这种非常柔和的这个商务风是吧？但我真的是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啥呀？这个 Super 73，就是设计感比较强。就是设计感强的。但是能带上你吗？真带不上。带头都带不上。后面那个板儿也太小。它就是一个座位啊。那不浪漫了，应该你在后面抱着。不是带着。你这个车估计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这种重量。就没有那种天若有情的感觉了。伪是不？天若有情，那我这点那个撞死什么？你是那个，你是吴倩莲。对，吴倩莲抱着他，然后你穿一身婚纱，哇，好浪漫。我觉得天若有情，我现在都想不起来天若有情跟那个阿郎的区别了。阿郎只是那男的天比赛的，天若有情是那什么街头小混混。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记不清了。阿郎是那种男的骑摩托车就把自己给弄死了。天若有情是富家女跟着一个小混混逃婚。啊，那我想起来了，这很有意思。那我就记得好像都打女主。拍个这个吧，我们拍个这种浪漫的。拍不了。拍不了。我反对。他在我面前他也硬不了。啊。谁说？心里面可以硬得好了，心里面可以硬得好了。你说我愿意为你做新娘。这长沙哪？长沙后湖。后湖。后湖。对。后面的后湖。大悦城这边。旁边什么大学呢？
湖大、中南、湖师大3个都在湖南大学、大学城。中南大学。对，在大学城后湖。对，谢谢开心每天的粉团的反应。你的标题是什么？你终于开始见粉丝了吗？没有，标题是沉浸式，沉浸式。谢谢寿司的。昨天是你那个朋友，还有那个他是第一次见，对，从来没线下见过，对吧？水果很荣幸。昨天真的是所有粉丝都是第一次见面，就没见过。你这么多年一直没，不是说之前一直没敢见，除了投资人。谢谢开心每天的酒。投资人有的钱投资的时候，他们都是先打款。就是见不见，先打款再见面，以防你是假冒伪或者你骗人的。这个是最真实的，对吧？因为你的打款，我才能就是构建这个架构啊，或者说那个剧组多大呀？那你不打款，我怎么就对吧？对啊，怎么跟你商谈这种细节呢？是啊，就是拍片的细节。就看你到底是图色还是图。看看演员阵容是什么样的。他们那些给他投资的也不是图事业，图啥事业呢？他图什么事业？他也没回。情怀嘛。对，有情怀的。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啊，现在这个是国内就是很多像那个就是像他一样没接触过圈子里的人会投。大家都很喜欢看。反而我会。你们其实大家想投啥不是投啊？投这个你还能自己。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跟这个圈子有关联了，就是有一个羁绊，然后就会觉得说，又会把自己的故事拍出来，因为有的故事他们会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是吧？对，挺好的呀，我们就是要搜集很多人的故事。但是图图我有一个就是，我喜欢看甜甜的，就是你之前不是说一直是那种琼瑶苦情的，哑巴新娘，他得亏这个是甜的嘛？对他们俩是有美好的，他每部戏里面都有两个人恋爱的美好时光。对，都有，但是当然那很快就要反转，很快就要开始作死。我就是喜欢 end 是好的 ，end 是好的他们俩这个是好的，之前难道都不好吗？之前都大部分不好你说就是逼掉了？对，全是那种。因为我要响应主旋律嘛，不能。就同性恋要死是吗？你是响应国家，就国家要求我们同性恋全死光。不行，现在要崇洋美好生活，我们这生活太苦了，我们需要开。不是，我觉得开放式就好了。以后叫开放式还行，开放式就好。这种苦的就不行。以前都是受断背山这种影响太深了。发生刚刚好。断背山结局是咋样的？最后还好吗？没有啊，就那个死了。对啊，那个男的可能是被一个反同性恋的人给打死了，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 I swear， 我发誓。谁死了？就是《断背山》里面的另一个男主死掉了吗？然后最后男主留下男主就说了一句话 ：Jack I swear， 我发誓，我为你守护孤独终生。不行，小时候就看这种东西影响太深了，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就会幻想我的恋人死了，我也会这样做一件事情。是拿出他的衣服，然后说 I swear。自我感动，都要哭了。对，就是看这种剧情开始看太多了，会很有悲情心理。我有好多剧本都是。请遵守法律。说那个不要提不要提那个什么那个不能说。你识别到什么词啊？国家什么的。OK。靠，自动识别到词。这肯定啊，技术啊。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直播过嘛。你拉倒吧。我真的我们以前那个直播都是脱衣服，你还能这种禁忌的词吗？我都10年前直的播，但是我今天脱衣服。关键是老网红啊。也就老网红播了几个月啊。你都是脱衣服直播啊？以前那时候在海边，我就给他打你看这是泰国的海，我说我要去里面跳海，我要自杀去了，你们看着我啊。现在也可以啊，健身博主也可以脱健身可以脱就是有健身器材的。去海边应该也可以吧？可是健身器材的博主他能脱到上半身吗？还是必须要穿一件什么？可以脱。就光着上半身健身。原来是可以谢 HC 的这样尺度的。他只要检测你在健身房环境，
就可以。有环境体这个就是我们做工作。我们首先一个图像，我们知道你在哪，就是在健身房 OK， 然后再好吧，我还真不知道你现在直播的关键词都是哪些乱七八糟的词。它这个那同性恋的词会被屏蔽吗？不会不会。抖音直播是要达到多少粉丝才能播吧？任何都可以播1万还是1000？不用，不用，没门槛，不用，没有门槛。我现在就10个我也能播。可以，你新注册就能播啊？我没有试过哎。只是没人看而已。对啊，你现在可以试一下。算了吧，我惨，到时候以后直接数据屏蔽我，说这个人再不推我。你就对着我拍就好了。可以，回头可以这样试试。所以大东是不是对自己演的非常的自信？他开玩笑，他其实不自信。内心如果是给自己打个分，如果满分是10分，打多少分？那我觉得可以打个10分吧。爱自己可以的，很好，你爱自己，太好了。这是哪儿看呀？这是在长沙。岳麓山边。长沙现在还在下雨。哎，现在不下了，刚才还在下雨。直播间有长沙的粉丝吗？有，广西热成狗。长沙好凉，广东那边也热，是很凉的。那北京不热吗？北京冷。啥时候把墨镜戴上？刚戴的。谢谢开每天，谢谢开每天，谢谢开每天的跑车。有人送跑车了啊！骗他。来吧，来喝一杯酒，喝一杯茶吧。来吧。对啊，朋友们送我跑车来喝茶，每天给你亲自泡。这都在说直播间的。图图以为你要跟他喝茶呢，这都端起来。跟你喝茶？这都端起来。我是对粉丝说的。又尴尬的自己喝了一口。谢慧的粉团灯牌，谢包子令的粉团灯牌。别这么录节目了，就在这块聊多好，轻轻松松的，吃个面馆也不顺。这才戏剧性啊！这是粉馆。我们今天吃了一个假的粉馆。对，我们要找李逵呢，吃了个李鬼。对。那个假店，它就离那个真店特别近，然后那个招牌就是对着那路边儿，然后我们从路边一看就看到那个招牌，结果是个假店。没事，咱们去那个什么，广西好好吃一下。他估计真店也就那个味儿了吧。下游好吃能好吃哪？其实我觉得粉的味道差不多，就是料不一样，就每家料这种做法。想吃浓浓的馅料，很多的。什么店还能吃到假的？那叫周记粉店，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叫周华记，那个华字特别小，真只占1%，真是滑稽啊！我们周华记，以为是周记，其实是周华记。对啊，笑死了！滑稽人呢？怎么不下雨了？下雨这种连廊才好看。他估计一会儿就下。那一阵一阵儿。想吃泛舟。泛舟不上是吗？啊，这儿有舟吗？有啊，那不就是？然后你跟他说你嫁不嫁给我？你不嫁给我就跳下去。下雨有氛围。下雨有氛围，是的。他们有些人直播是因为把手机放在胸口，然后可以自己一路拍吗？一路直播吗？要手拿的吧，就是啥多麻烦啊！有些人他就是直播这种天天走路啊，我可以到哪里逛啊。但是那个机器啊，就像咱们那个那啥似的，它有那个戴脖子上的那个固定的，我之前买过。如果是那种，其实
有时候边走边逛就可以播了。可以啊，都可以啊。我之前去泰国其实是这么播的，他们觉得挺好的，就是能看到一些异域风情。但后来我有一天骑摩托车摔了，把手机从我身上摔出去，然后我就找不见了啊！就在路上，在山路上给摔出去了，然后手就没了。所以那真的我就用了一个特别烂的手机，也直播不了，账号也登不了，因为我路程的后半部分就没有办法直播。你还是得找几个人一起。当时我跟他两个人互拍嘛，剪辑肯定是所有拍完才回来剪的，但是路上我有直播，但是有时候我就把手机不小心放身上就给甩出去了，还是直播。然后我后来申请的保险就赔给我了。赔了多少啊？全赔了？没有，还是不可能不太够我的那个手机的费用。我手机当时花3天买的，赔了2000多，挽回一点损失。花生比过年吃的都香。过年过年你是吃过年就不想吃这些东西。过年回东北了吗？没有，现在都在这边过。你们家人都不回东北过，都不见。都在这啊。其他亲戚呢？其他亲戚都不太过。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个你们湖南的，你可以拿到直播，你可以拿到那个钱给别人。你们看这是啥？大家猜一猜，给直播间人猜一猜，这啥玩意儿？这个像，我先不说了，像臭豆腐、牛粪一样。不是，你怎么这么说？你掉了脚。不会。这啥玩意儿啊？有知道这是啥的吗？我知道。这个叫什么草吧？不是。像茶饼，又像牛粪。酸枣糕。真的啊？对呀。这位朋友怎么知道？瘦。你试一下那个。那这个呢？这个是湖南的。这个是什么？肯定是这湖南的。这个是什么？这不是。这是瓜子。这南瓜子啊。这是绿色的。抹茶味的啊，好吃，这个好吃。你们那边没有这个酸枣糕吗？没有，没有，都没有。酸枣糕是不是只有湖南有？反正我们这边是特产。这是哪做的？这酸枣糕一个果，好吃吗？酸吧？像山楂。但是没有山楂那么酸。你就达不到人刘雨欣的位置了。人刘雨欣都能说出花来。刘雨欣能分析，别看外面像个牛粪牛屎，里面竟然是别有天地。是枣，一口咬下去非常软绵，西藏枣味啊。是枣子的味儿，是果冻的味道，又是山楂的味道。你好。还有加点一点点中药的味道，一定是一个什么假的东西。所以味道就是中规中矩，很特别，酸酸开胃。好，这个很开胃。怎么？我要买东西。买东西还是寄快递？叫外卖。你们叫了个外卖在这儿。你买啥呢？这儿前台。而且你们真的有个枣核。是，它这个真的枣。这个制作方法真的很神奇，因为外面像中药的感觉。来，我替直播间的大家尝一下啊。它这个是那个，它外表真的很像这个。加了甘草。像那个。在哪儿啊？那不是吗？来了，他上来了。人家都看。你过来吧，他上来了。这边。这俩人说没有。它里面放了甘草，它就会治咳嗽。这真的挺好吃的，有中药的感觉。对。啥呀？我买了面膜，我们有点干。你现在要贴是吧？你要现在贴吗？这直播这不就？你这可是真有料吗？有直播有内容。绿豆2啥时候拍？找到投资方再说吧。是不是？绿豆2吗？我说。哎呀，得了，你别在这里好好赚钱，先干好家吧。绿豆2有人投的话，我们能拍到绿豆10。拍一个那个《梁宇传》。
该换红色了吧？换个鸟语状可以。之前是芝麻、绿豆，你后面叫什么？红枣。对，哎对，为什么一直是叫这种小米吧，小米说你蹭我的流量，你这是。那叫叫什么？小米速八。那小米起名叫小米，那没有，我是说小米流量就来了，人家都是说小米来起诉我们。那华为的水军天天给我们刷流量。华为说都还黑你呢。对呀、绿豆还有个红豆啊，红豆也没拍啊。你计划前面是有芝麻，本来是想拍红豆的，绿豆一的资方不同了吗？它就是绿豆一的资方。对呀、我们是自己掏钱哎，我们多苦命啊，免费给别人观看，又不像某些人要专属会员。某些人是很敢讲你。这个人不代表我们剧组啊。对，我是挑事儿了。不是我们那个观点，让一的资方继续投。图图哪有那么多钱做那个？是吧？给大家替直播间大家尝一下这个啊，看着像那个，赚了1年钱，只能拍，都不一年拍一部剧。像那个吃那个精饲料的马粪，它这个就比较细腻。真的，你要拍第2部，就把一坛拿过来，直接跟你一起指导，跟你光影上好好的调一调。可以啊，它的口感非常像柿饼，你们吃过柿饼？我都觉得我前面的人生啊，经历太少了，少了多少乐趣，这是。它的材质也很，钱，然后再想它的那个味道也有一点点柿饼的味道。你可以想象一下柿饼，然后变得稍微酸甜一些。它不是酸，它不是那种酸，是吧？就是它不是很天然的酸，对，它是酸的酸，这应该就是柿饼吧？应该不是枣吧？就是枣啊，里面有枣核啊，就是枣，正儿八经的枣。反正它的口感非常像柿饼。它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而且我觉得很开胃，而且这个短剧不挣钱吗？给广告植入啥的，哪来我们哪来的广告？植入啊？我的天呐！哪里有广告商仔细啊？看看哪里有植入，我们下次把它全部屏蔽掉。植入那个酒啊，那个韩国网友特别兴奋看了这一集。哪个酒啊？哦，就你俩喝那个真露啊？对，妈的，那怎么叫植入？我们真韩国网友看的特别兴奋，就高潮了一样，这个特别兴奋。重点是他们都没给我们钱啊！这个酒啊，那韩国就喝真露啊。对啊，喝真露啊，他们特别兴奋。韩国的真露就相当于咱们的这个什么酒？是个酒吗？是一种酒，对，白酒是吧？嗯，对，但度数比我们烧酒吧，烧烧酒那就是兑了水的。比我们低一点，比我们度数低一点。但是真露好像是后面上头了，绿豆流量也挺大的，没有那么大绿豆，因为图图更新太慢了，他2年才更新一部，所以就是没有芝麻那么大的流量，它连小茉莉也有流量。没事，下一步不用那个阿嘎拉了，用龙二。你看罪魁祸首来了。因为龙二人在直播间里说了，别人问他说，哎，还拍戏吗？他说啊，可能会拍吧。行，下次跟你们组 CP 好了。那他这次为什么没拍呢？这次他不拍啊，龙二是怎么说的？没时间没。他在直播间好像不是这么讲的。我没看他直播。可以的，这不是枣核啊，枣核哪有这么大？枣核不是尖的吗你？没见过这个品种，那这枣我发给你看。特别的枣吧？求签热还是求签吃？是土的枣啊，对对对，就是它那个尖的呀。首先尺，但这个每种枣还有有区别吧？可能不同的枣。对，你倒计时了吗？10分钟，48。这个多敷一点。这得咱15分钟不能说半个小时吧。你的脸了。啊，是，你为什么不能超过15分钟？我们以前有做饭阿姨，他们做饭的时候天天带着面膜。每次我说你到最后脸都倒吸了，你把水分全部送给面膜。15到30分钟，要敷个15分钟吧。对，就只要15分钟。我这个是医用的。我儿子上了课嘛，就这种，是什么？看没？看看什么枣？这种枣，啊，大枣、给他们看青枣，酸枣，嗯，挺好吃的，就这种。啊，真是枣不可貌相。可能你们平常吃那个是红枣，你会觉得糊小。这个红枣基本上都没有糊。哦，很多是没糊。对，红枣没糊是因为把它人工剃了。剃了吧？啊，是这样。
梁宇穿越过来，眼神绝了。一种那是那个AI 的，因为我觉得太他自己快了，演不出来。最后结尾吗？不是整个他这个节奏特别快，我就觉得就最后做结尾他们俩重逢是吗？也快，那是非常快，但前面也快，整个这个剧因为没钱，是比我们平常看的这个电视剧来说，没钱慢慢这个节奏特别快。那要对照那种就是雷剧的话，我们还算慢的呢。哦，对，雷剧那短剧是吧？那种雷剧上来直接刷巴掌，你竟敢打我！你什么玩意儿？赶快给我滚出去！保安拉走。但是真的很火，我爸妈真是。那我们也可以拍个那种版本试试看，然后看同性恋什么感受。就我们拍成那个撕逼的那种快速版《小时代》。我接受不了我拍那种东西。我就说你可以试一下，看看市场反响，也许那不行，他们都爱上了。但其实有槽点其实是好的，会有啊会有的。对，有槽点是好的。你下次就可以试试嘛。我觉得绿豆之所以就是这一部没有太高的量，就是因为没槽点，相对的就是正规了一点。你还不是怕那个审核上的问题吗？是吗？不是，我是啊，就觉得这么多年，其实让大家看到我的进步嘛。啊，隔了2年要看到进步。影像上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就是，哎，故事上改了又改嘛，一开始也没想。不是，你得看资方什么要求，我就烦没投资的，要有投资人，资方给我提要求，我就知道咋拍了。啊，这是主要。我要自己投的话，我就觉得说我这儿也想规避，那儿也想就是完美，所以就是不知道拍什么。对，我之前的那个芝麻就是有个人投了，然后想把他的那个经历写进去，然后就中间其中一段我写进去了。对啊，我们可以多一些丰富的人生嘛。是。你应该看那个那个剧，韩国有个叫《大都市爱情法》，是去年评分最高的同性剧，评分最高，《大都市爱情法》。就是4个姐妹，其中一个男主为主。他每2集会经历一个故事，这2集就是跟女的同居，这2集是跟一个大叔恋爱，一段。他每2集是一个导演，而且都是韩国顶级导演拍的，所以他的影像质感非常好。然后这2集是关于他跟他母亲的故事，最后2集是关于他一段就是故事，就是爱情的那种分离的故事。他每一段每2集会出现一个情侣，然后他拍的画面非常好，大都市爱情法。后来改编成电影了，但电影他们就会保守一点，只拍了他跟那女生那一段，就是他们俩做同居室友，就类似我的一谈的，探寻自我。比如拍你就可以拍你23岁的时候天天约炮，等到一毕业就开始，等到直播间里不能说这个词儿。直播间不可以吗？对 ，sorry， 就 YP， 对，就23岁。就是你毕业前你天天在 YP， 突然毕业了之后，你面临着对你工作，你又面临着家庭压力，你又开始疯狂的赚钱工作，每天没有任何的 sex， 然后这2年你又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因为你觉得30了，再不寻找一下，好像人光阴就过去了。我工作纯粹是因为喜欢工作，这人喜欢工作，你很少见吧？人都会有这一段，譬如我那一段，我办艺考学校的时候，我每天就坐那些车去各种县城里面给学生教课，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我觉得在他们见了世面，结果发现一个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然后我就说算了，我好教没有成就感，我就说都考不好成绩，我走了。就是你想改变他们的命运，你想太美好。他们为什么在那个成绩那么差，就是因为他们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他们自己就有原因。但是我也改变了我的一个学生，我一个学生高2想辍学，想去打工，他说我学习没意义，然后我说你来学这个吧，然后他就来学了，他说他很喜欢，然后去年他拍的片就拿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我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我觉得我还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他回过来拿奖就会跟你们一起感谢你。那个片子也是我跟他一起去拍的，我们俩去云南拍的，就是我觉得哇，我说10年过去了，我终于培养出了一个优秀的学生，其他学生真的是太难了。我去年跟那学生去了好几个电影节，就是他的作品获奖。有时候看人眼光还挺准的。
他爱看书，但是他数学什么都不好，数学这些理科文科比较好。对，文科也仅限于语文，英语也不行，然后其他的你可以背嘛。其实历史真是可以狂补的，这最后还是考上大学了，还挺励志的。一个本来辍学打工的人。对，真的没雨，没下了。对，那个人自己散步呢。可能长沙也很松弛啊，有点像成都，我就觉得有没有点像。成都那么松弛，其实。长沙有像成都，就是譬如像太古里或者是那个像那个什么339那边，就是很悠闲的河吗？就他沿着河边很悠闲的散步，然后一群人坐在那里喝咖啡的地方。有这种地方肯定是有的，但没有，应该没像他那么多，每天都很多人，应该周末可能会多一点。是吗？就成都那条街直接就改成那个，就我们后来摆摊的那个地方，直接改成了一条街。去过那个叫泰国里那边上，我忘了那条街叫什么名字了。泰国的边上，他那里有条河，反正一条河，那个两边应该有很多咖啡店那种。对，以前都是茶馆打麻将的，后来全部改成现在。九眼桥啊？不是九眼桥，不是。哎，我还搜一下，记得叫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经常去那里。Coco Roco 就开那里。上次我不是被我前任给赶出去了吗？然后我就说我们去 Coco Roco 吧，因为实在觉得很近。我前任的酒吧就在339旁边，然后我就去那旁边。我觉得你的奇遇对于我来讲的话，我都不好意思说的。什么奇遇啊？就被别赶走人赶走那种。我是故意被他赶走的。但我会觉得很丢脸是吗？对。没有哎，我觉得人生就需要体验这种被人抛弃出门的感觉，这就是创作嘛。学艺术的人真的是对，你不去体验这种被人抛弃、被人驱赶成辱，就是这种被侮辱的这种感觉，你怎么你被谁侮辱了？我故意说的严重一点，就是我觉得被他赶走是一种侮辱嘛。那种就是被他赶出他的那个酒吧，就是说你不要进来，不要进来。你是一生不想去的是吧？我就本来就是去看戏的，我看他到底是对我什么态度，而且我赶出去我也无所谓的。但真正的把我赶走了，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想感受一下这种事情。生命就是在于体验嘛，你不然你怎么写东西呢？所以我脸皮不行。我可以接受现在任何这种比较悲惨的状况，让我去经历一下，别死就行，死就没什么都没美的。能不能把小说上传戏水？上传不了，那个是收费的，上传不了。什么小？我那个有一首歌叫小说。是收费，请购买专辑吧。谢谢你购买专辑，然后下载到你的手机上面。专辑也花了好几万做的呢，对不对？该买。纸巾非常精美的，确实精美啊！专辑卖很精，它那个纸很合，对啊，很硬。全卖完也就只刚回本而已。都是免费做东西，那我估计都没回本，回来，可能刚好回本。他定的这个份数，可能也只是希望能回本，对，不敢做太多。对，这充个那个买了一个什么优酷的会员，不那个啥，这种就是没有。网易云的会员都有几百块钱。哦，我在成都摆摊那叫望平街望平滨河路。就 Coco Roco 都开那边，很多摆摊地方都那边。成都到底哪里好玩？我去的时候去那个什么春熙路哪里好玩？春熙路现在没人去了吧？成都不是好玩，成都是人，是人的聚集性，让你觉得这里有归属感。我不觉得成都好玩，你天天逛街店也没什么意思。就成都就是年轻人，他们会聚集。会很有朝气的那种，对，会聊一些什么东西啊，什么找到你共同伙伴吧。然后那边也有消费力，就给人感觉就是消费力应该是的。我看那个经济的那个商场什么之类的，排得很靠前。现在国家的政策扶植
这些年给成都特别特别多，整个西南地方。对吧？你想想，成质量都两老大了。成都居然有2个机场哎，全国有2个机场的城市不多。国家布局是这个样子。而且成都整个布局，你会觉得就像一个北京附属的。2个机场。对，它所有布置，它连机场都跟那个大兴机场一模一样的造型。哎，你见过7个高铁站的城市吗？郑州吗？不是啊。 7个高铁站，不是一个郑州。城市7个高铁站。那是哪里呢？哪有这种啊哪个城市呢？北上广肯定都不是。郑州不是最大的吗？最大的什么亚洲最大的车站吗？那也他说数量，他说要有7个，数量有7个的，是在河南哪里吗？不是，是在我们大惠州啊，惠惠州有7个，差不多高铁站还是车站？高铁站啊。为什么？是这种什么惠州、东惠州、南惠之类的这种。东西南北中。还有惠阳站、惠阳北站。其实我在成都待久，我也觉得挺颓废的，还是需要一点工作。政策倾斜太严重了。成都人心态好，我觉得成都唯一让我觉得好的一点是那边人没有什么架子，就是大家都比较平和，心态比较好。像其他地方，你比如上海排外嘛，然后北方人性格又比较火爆，是我感受过。然后成都人就感觉天生就是乐观的，性格比较乐观，就每天就是说打打麻将就好了，每天就是唠唠嗑、打打麻将，这是他们的爱好，没有那种逼死人的感觉。想打麻将，其他城市把人逼死了。湖南也算是一个麻将的一个重镇。你们会打麻将吗？他肯定会吧。我不太会，我会打 QQ 麻将。那不就是一样的？对，就是要加点东西嘛，就是你要加一个，比如好像四川麻是没有什么花的，没有什么东西能买的，不加花的，没有东南西北是吧？是吧？好像是的，我打过1次，跟范范打的，啊，范范把我拉过去了。本来我一点都没有亏，他非要加时1个小时，加时那1个小时我一下亏了200块钱，我气死了，我说1年打1次麻将，200都不够足一把输的。我打晚上我打大呀，我不打的不大，但是我输的打到3个小时左右我就眼花了，就打不下去了。但是人家要打很久，对，所以我就一直亏。我家人打牌的饭都可以不吃。我基本上3个小时就懵了。打牌他们这样子，就去那个打牌的地方，饭什么全给你准备好，就送来边打边吃。是很多人其实有这个爱好，但是我是没这个爱好。我家里人没有人爱打，所以我家里我父母，我爸从小爱画画什么的，我爸是画画的，所以就从小没有怎么培养他们打麻将的习惯。所以你选择这个专业，我觉得跟家人有一点点关系，是因为当时我以为我家付不起我去学美术的费用，我就没跟家里人提过。其实你本来是想学教美术的，其实你们家非常有钱是吧？然后我爸妈，因为我爸妈那时候刚创业嘛，我以为家里很穷，因为他们创业的时候，你以为家里穷不穷不知道？因为我当时以为，因为当时他们过年算账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是先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贷了10万块钱出来创业。那第1年的时候，那正好我上高2、高3的时候，我知道他们贷款了，我还敢问他们要钱，说去学几千块钱的，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以为学美术要1万，怪我同学跟我说3000多，我的妈呀，早知道我去学美术。然后我就不敢跟家里人提，我就说，哎呀，还是好好学文化课吧。学美术其实都比电影有用。为啥？因为美术行业其实在很多的基础之上。对，其实你做美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搞电影的人，就是你的审美在那里嘛。宁浩他本身在中学学的是美术，是的，就是美术它其实是一个基础行业，它可以演变成好多行业。对，就你基础审美会很好。是这样的。那时候没有选择，最后没有选择去读了，后来后悔了，但后悔了也来不及了，就是已经上大学了嘛，就好好学吧。很多设计啊，很多那个，是。你时间到了。到了吗？已经过15分钟，应该肯定过了吧？过还差10几秒。我的妈呀！乱说的，肯定乱说的。它是计时的，它是从48开始敷的。那我这边已经15分钟到了。
我洗把脸去，就不完全能洗掉啊，不知道，洗掉，然后这东西得洗的应该轻轻的洗哦，你别把你脸上那个什么有粗的东西全洗完。往这个多点上。那个我真是没太清了。他就是把自己脸给搓成这样的。这边这个天气这么好，这么湿，我们这已经很湿了，已经算可湿，其实就没必要抹太多东西，补水就好了。北方需要这样，又水又湿。太阳过后能不能进去？不知道，我就感觉老一辈喜欢打那种细长条的牌，走一走，那牌九舒吧，服。推牌九。一会儿走吧。前面是不要再下雨。就多坐一会儿，那个茶刚喝。做吧，做到你们饿了，你们啥时候饿，你们什么时候吃。还有人喝。我做工是这样的，2点到4点营业的我选一个，4点到6点营业的选一个，然后一直营业的选一个。有朋友来这个什么后湖偶遇吗？对，你在直播间说啊。有朋友来后湖偶遇吗？我们一起泛湖泛舟，泛舟中湖上。泛舟，你们有啥？让我们荡奖励跟叨叨，对，奖励跟叨叨，图图可以泛舟的机会。算了吧。让你们共同划起一个桨，摇起幸福的家。我昨天看那个吃货，那个叫什么木槿，看过那个吃货那个主播啊，木子锦，对木子锦，看过。为什么他很有名的原因是因为他做这个，他很有名的原因，他当时是做湖南台做那个编导主持，然后做那个精英那个 FM 那个电台，很厉害。他其实能力挺厉害的。本身就是主持人，所以很会说话，很会说。戏又多。你要想能够在芒果能够做出来定得住的能力非常厉害。因为他现在做那个吃货，就专门做吃货嘛，觉得他挺厉害的。看过他直播，然后我就直播就回就说，哎，你这个人嘴巴怎么是歪的？然后他说很多人都这么说。你敢评论说嘴怎么歪的吗？我就直接说，哎，我说话有点直。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图图评论区说，瞬间就被图图怼死了吧？对，其实我就是很然后图图，你只是好奇的问，我只是非常就是正常的问。然后他怎么怼你呢？人身攻击，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然后天生性格有缺陷，诸如此类。哎，那你不错，你还能坚持看下去。你没有被他这怼的给怼回去。不会，我心态比较好。有些人心理脆弱的人就被他给怼回去了，但是你要了解他的人，你会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就想被他骂。骂就是 M， 还有这种人，这个 M 吧。我觉得图图直播间很适合找抖 M， 抖 M 的人找他就非常适合找到对象。那是，天天就欠骂。他为什么是叫屠夫呢？那我叫百里屠夫啊。为什么叫百里屠夫呢？都说随便起的。你觉得是随便起的吗？对呀。要不然内部是吧？在1楼。这你下去都可以去，这里面。听说这芦荟胶都是假的。你要买那个，你真对。它这个好像都是堵塞毛孔的东西。我们这比较湿，应该还好。行，这样。因为我隔一段时间就是皮肤就会出问题。你老搓它可不是吗？因为我之前我长痘，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试试用那个卸妆水洗脸当洗面奶洗脸，后来就是卸妆水用的多了就伤皮肤了，然后后来皮肤一伤到以后，然后就开始起皮，然后我就愿意就是角质层就会越来越爱那个就是那个增长之类的，然后我就用搓着，然后越来越皮肤。还有那个就是搓澡的那个皮子，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黑的皮子，
啊，然后越搓就是皮肤屏障越受损。现在就是反反复复了，但是还好不长痘了，要不然我之前拍戏的时候长痘特别夸张。因为长痘其实是后期是普通的那种磨皮是磨不了的嘛。是有点泛红。对，我就是这样。会疼吗？不会疼，但是会，就比如说天气啊，然后包括那个什么，有柳絮啊，我就脸就会过敏。比如说，如果这个人懒，他就皮肤就比较好发育。也不见得。你像我们皮那个油脂比较茂盛的，你懒可不行。就有的人皮肤天生就是好。看一眼直播间。看啥？看一眼直播间有谁在？没谁。我等等会儿不跟人说话。这个跟你搁那放你那儿，我咋跟人家说话？能看见你啊。桌上。那我要透着你，搁这说这感谢谁谁谁，多40分钟。吵一架，400人。怎么脸红？吵吗？吵一马上上来了，就是看。人呐，还是喜欢看冲突、看戏。对，他看热闹。对，看热闹。怎么个事儿呢？吵啥呢？就是这么想的。然后他们就站队了，开始。他们打游戏对吧？啊。你家打游戏太夸张了。我现在还玩小游戏了。他每天那个，我一睡醒就看他打游戏，我睡觉的时候他也在打，睡醒也在打。你会喜欢打游戏吗？我还好吧，阶段性。他没事干就打游戏。我以前不打，我以前就每天玩个几分钟就玩完了。最近沉迷于各种小游戏。我打游戏爱充钱。充钱的游戏。对，每个游戏都有充钱的。充钱还需要穿外套。充完钱然后就不想玩了。啊，亏了，血亏了。对，其实我每次游戏一充钱，但是小游戏套路都一样，主要是玩着就不想玩了，就遇到瓶颈期了。对，但是过不去，战力瓶颈。过不去呢，就要买东西了。对。借金风就买东西太容易过了，然后又没意思了。不是太容易过了，他可能维系就是几个小时，然后又过不去了，然后你就不想充了。对，我现在就卡关。我卡关，我就是耗时长，时间越长，你就战率越高，你就能过去。天天玩就好。这瓜子真好吃，南瓜子。好吃是吧？买点回去吃吗？不用。就保留着这种吃过但是又没有完全南方的感觉。就是广东那边你也知道，就是这种东西放几个小时就潮了。对。你不封口都不行。我这边也会，他们就是冲了东西就不让它放不住。这茶是不是比昨天的茶好点？昨天茶好像有点生的感觉。对。反正吃个烤肉吧。行啊，他就爱吃烤肉。烤肉可以啊。自助的吗？自助不吃。自助的烤肉。自助餐嘛。但是烤肉常常会是自助的。自助烤肉你不吃不应该？你不吃特色的吗？像特色啥呀？你们吃过醋手蛋没有啊？什么？啊，我知道。
但是没吃过。醋炒蛋，用醋炒鸡蛋啊？啊，没吃过。它是湖南菜，想想我就不想吃。不过很好吃，很好吃。就特别有名。吃一个呗，吃个网红店呗，那种小碗的呗。吃烤肉吧，我们综合一下。可以啊，可以啊。要不然怕那个那啥了，他那个肠胃受不了，他这几天都在拉肚子。哦，已经拉肚子了吗？刚才又拉。他拉了。那不行了，那你。他两天了。不过我拉肚子是经常的事儿。每年都会拉好几次，只要是烤肉就 OK， 对不对？要不要说日系的、韩系的？日系的吧，日系的贵。那必须我来那个啥，我找一下。看咱们谁快了。那肯定我快，我已经知道你的套路了，你太快了。这是个什么湘西的？湘西烤肉，烤湿肉。湘西赶尸吗？这样，我开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看那个中央十套，就听了好多集了讲这个赶尸这个事。现在没有了，有讲，现在还有。有，哎，不，你去感受一下。啥呀？赶尸那尸体咋？他不敢看。你去看呗，你就看央视的那个真，那也是假车。你就看了，你看过没有？没看。你看恐怖片吗？你敢吗？不敢。我也不敢，我完全不行。那赶尸的尸体都死了，你怎么赶？放车上呗。他就会起来，他会起来的。那谁？那都不可能的事儿。你去感受一下。那假。你除非是拿电流刺激他的神经，然后他的肌肉，那神经早就没死了呀，才可能去动。你神经还在，只不过神经没有支配，早就萎缩了。你拿那个电流刺激他，啥你都要杠一下。本来就是啊，你想想你都不可能啊，就违背这个，怎么可能有神经呢？基础的这个，那都死了多长时间了呢？那鱼死了，为啥鱼还能动呢？看时间长短，它死了很长一段时间肯定不行了，你干死可能还会有。那他是怎么站起来的？这不是玄乎吗？那就假的。这得拿车拉的。对呀。那古时候没车咋的？拿着手拉车。古时候有车呀，有马车呀，手拉车。等会儿我们还可以吃一个小的餐，因为他每天要吃4顿，正好你没吃。尽管提需求，小的餐。超刀是无神论者，他是杠精。无神论者，那我就跟你说，牛顿、爱因斯坦他们晚年为什么要去研究神学？那谁知道他们？那我给个物理现象给你，要给我解释，你解释不清。你解释不清，说明还没探知到内部。那本身就是人类俩杠精，人类医学本来就是没有连人体都还没。我理解你说的，对他就是阿宝刀杠的那个感觉了。对，哪里杠了？我不是说他不对，他就会立马就是，因为你明显就是违反这种认知啊，就是假的呀，就知道是假的，所以就会去质疑。那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认知？对呀，道呢？不会。对呀。就你没发现科学家现在在推翻之前的结论，好多科学家在推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去年麻省理工被阿马斯理工推翻了，用那个实验。觉得这个认知这个东西是在更新的。相对论对于我们日常来说又没什么影响，推翻就推翻了。行。亚马逊。那我们日常的认知都是基于常识啊，那相对论又不属于常识的范围。真香啊！这小巴的茶。我们是吃饱了不饿派，什么意思啊？
程程，这次咱们看他能憋几天，他肯定得偷偷出去约人。不会吧？他是那种人吗？我觉得会。程程，他吗？他约你也不知道啊。那他不跟我们合作吗？那他出去的时候，咱们也在家里搞一下。哎，不行了，不敢吃辣了，不敢吃辣了。那我们不要吃辣了。没事，你们可以吃，这是我点些不辣的。他也辣。不行。哎，我的妈呀！我已经上4次厕所。我的没事儿，我反正经常这样。那你这样以后，你们生活上会不太幸福哦。那不才更方便吗？妈呀！痛的，后面已经那个了，肿了都快。那我都没肿。我这2天都没辣。开始我肚子不那你已经行了，我还吃辣，看来还是不太适应。因为咱们这2天吃的不太辣。昨天吃的小龙虾吧？啊，不太辣。我之前吃的小龙虾比这辣多了。昨天是我觉得总得感受一下。对啊，后边我都不给你们弄辣了。其实挺好吃的，昨天那个卤的还挺好吃的。你们喜欢吃鱼吗？什么样的鱼？河里面的鱼。蒸什么做喜欢？不是蒸的，煮的，水煮的，带汤的，它就有鲜，很鲜。在客人区有一个中华鲟，那个中华鲟好吃苦吧？中华鲟能吃吗？养殖的，感觉是濒危保护动物。不是苦瓜烧鱼。不用吃那么贵。谢谢小兵的难吃的。不是那个不辣，很鲜，泡了个饭绝了。大木他今天晚上说想吃那个烤肉。烤肉找个啊，行啊行啊，随便，我无所谓，我只是说。他晚上约你那个朋友一起来吧。哦，行啊。然后咱们订个包间吧，方便聊天。烤肉还有包间？有啊，早有多了。然后回请一下吧。现在我回请别人，我买就行，明天你再买。没事。我别，中间也加个餐，对不对？我们吃烤肉前加个餐，对不对？吃个小吃就好了。因为你没吃饭，我怕你那啥。不，我吃了。你吃个简单的小吃。对，他也有那个饱肚子行了。有那个什么，你健身餐。健身餐，那也没必要。有，不让我点。我没健身，我现在不想吃。你这2天你都不健身了？我今天本来想去的。有沙拉，有意面，有就你肠胃不爱吃，有牛肉。没有，他都不爱吃这个的。有没有那个面粉啥的，或者说盖浇饭？我不吃，我现在不吃。你不吃啊？我不饿。不饿。谢小兵的4朵玫瑰花。但那点粉，我觉得对于他来讲的话，也就是6分吧。吃不到2小时吗？这不是有吃的吗？他一直在吃小东西。我今天晚上去健身吧。随便你啊，反正你也不喝酒。啊，你们喝酒的时候我健身去了，是吗？不是啊，可以喝一点。但他那朋友也不是喝。他不喝酒。来直播间里有没有喝酒的来？你干嘛呢？北京长沙招酒友了。土豆都没喝爽。有湖南的吗？昨天那啥呀？昨天都没喝起来。没喝。我都困了。你也是累了，你身体要休息好嘛。你身体都没休息好，你喝啥酒？感冒都没好，你别今天主要是中午喝。这因为你们都不是喝酒的人，我们平时出去那都跟疯了似的。你真的像东北那种？他就是东北，不是很平的那种。不是啊，深圳那帮也特别疯啊，喝酒啊。深圳的同事不喝酒吗？我们那个领导特别喜欢喝。对呀，就随便在外面吃饭，他早上都得喝，而且他只喝白的。我们什么都喝。医疗，真的是医疗。你晚上你也喝点。没关系，我已经早就放弃自我了。
不是你成上皮肤挺好的呀。没有啊，等到过2年长纹了就开始那个打针呗。范范的皮肤都很好，范范他说要做超皮秒和哪个我也不懂。然后我也要打听打听。范范皮肤你能看出来是82年的吗82年，没有，他的皮肤状况完全不像82年。他长得就是挺老的。还好吧，他不老吧？他长他相不老啊，他哪老啊？我觉得长相都没我老。这啾我的皮肤都挺好的嘛。我是不搞的，我从来不管我的皮肤的，我这方面都不敷东西。北京实在是太干，我就会往脸上喷水。北京很干，到这边南方多湿。是，我觉得蛮好，我喜欢这种。湿又凉快，如果一年四季都这样，说明天有时间看个房，明天可以啊。你真看房啊？你是要想看？你是要你去问价，还是只是想去看？我关注了好几个那个长沙的那个二手房，哪个地方呢？哪儿都有，什么雨花就是那个什么万家丽什么附近的。万家丽那边是。我觉得那块挺方便的，而且按道理应该还是要买。我可以带你去，我知道我很熟。湖南长沙有学区房吗？长沙的整个长沙的房子都算学区房，都是学区房，它的卖点就在这个学位啊。因为长沙就是因为带学位的话就会很多，学区确实蛮多的，各种学校。因为长沙它就是奔着这个小孩。长沙的几个中学是不是它是全省招生？省啊，内务区。就跟以前的衡水一样。衡水它就是在河北省的招生，所以衡水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它把所有的市的最好的，但是现在不允许了，就是这2年不允许了，这边也不允许了，现在不允许了，对，应该从2年了，有1年多，那以后成绩就往下降，那长沙它已经有2年了，衡水的成绩现在已经不行，降了很多，自从不能这样的话，降了一大截。会有影响，影响不会特别大。我觉得这4大名校到时候肯定这个。它是怎么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原因？它是因为长沙这边男生从初中就来了。对啊。他初中的那些底下的健身，他就来了的话，他高中等于说是在湖南直升是吧？直升的。他就是把这个招生提前招。哦。到初中就给你招进来。对。你跟你朋友说一声，可以约一下。只能说晚上没时间。是把晚上时间定下。对。万家丽可以。它那个地段2手房是吧？对，老小区。该不会是那个万科的那个？没有，就那片我都看。老小区我想改造。40万以内我都可以。多大面积啊？100平左右。100平4000多。4000多，差不多那家。那可能得靠那边，这边贵一点。不行。你这消耗也太大了，来个城市买一套房。不是，我就看看，那你有机会就买呗。长沙好一点，因为长沙便宜嘛。对，我买那就看一看吧。咱这边投资属性是没有，年轻。长沙房价一直都不高。对。我现在刷抖音都是2手房啊。推给你了吗？对。一搜他就推给你。看着他心里毛了，他说：“老公，咱们先别买。”他每天都觉得说：“老公，你还买啊？”对啊，贵州买可以，但是不要买的贵州了。我觉得。对啊，大家一般都买省会的嘛，买厦门。对，贵州那个地方就是没什么潜力，我觉得。你怎么知道？肯定买长沙买到武汉比贵州强多了呀。就开始想。他以后想来大城市生活了。咋不买云南？云南你们全干吗？云南我觉得也行，他觉得太靠边境了。啊。人家气候真的挺舒服的。它就是干。对，因为干嘛，所以我觉得很好。还拍剧吗？有人拍啊，请给我们找一下投资方吧。谢谢。你努力工作，等你有钱了，然后给我们投，我们就拍。对，我们拍片又不赚钱。
纯粹是爱好。你们左一言右一语的给人吓着。那这种天天吹，那吹他拿什么吹呢？那看着就烦。拿催命符催。还有个人前2天就你那个铁粉，问我绿豆怎么还不更新？我说都他妈结局了。他说啊，是吗？没看出来，没看出来是大结局。他就没看，根本就你那个超级铁粉，特别粉你的那个，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叫无图，不知道，就头像都是你的那个。那很多呀。这个房子，你肯定知道，这个瓜子就但是你一直是好没想起来。像脆，我真不知道。现在是经济下行，没人投资拍片了。有没有人投资啊？我们一起去戛纳吗？聪聪说他的 AI 作品入围戛纳的展映，看就这个啊，但是你看过聪聪作品知道吧？知道。谁的作品？你的作品？没有，我们朋友做的 AI。哎，是哪？号称是铁粉，连那个我都想做绿豆更新名 AI 都不知道。嗯，做短视频，想用 AI 来做。聪聪他们做的是古装的，是的，差。能说吗？我还行啊，看着。你知道这个成本拍一场戏可能那光一个画面都得不少钱，贵是吧？贵死了这个特效。但这个，镜头叙事不太行。这是预告片，他做个样吧，做个样片，让观众让那个就是资方看一下你做出来的影像效果。它不是一个故事，它不算是一个故事。给的钱都不够租这些演员的衣服了。这个演员也不够啊。小片，周朝故事，是王朔的一个小说改编的，哎，那你们是不是对这种历史很厉害？多不厉害？就是了解这人家厉害，那如果拍这种写的人厉害。编剧是吧？拍剧本呗。他们这剧本确实他们要写的厉害一点。这个是王朔的小说。这个小说故事跨越了好多个朝代。我说你要到时候你做人物要做词，那翻阅这些资料啥的。就你要翻资料，给每个朝代设置不同人物的衣服。这不是编剧的工作吧？这是对属于导演的工作。服装好像是服装组，服装是服装的呀。那现在 AI 之后就没有服装组的工作啊，就直接是导演组，你去找历史资料，然后设计人物，然后穿上这些衣服。AI 是吧 AI 就以前把很多部门合并掉了，把服装组、道具组、摄影组全部合并成了一个部门。现在最多就是分成3个部门：编剧组，然后抽卡组以及剪辑组。抽卡组是干嘛？就把这些东西集合到一起。谢小锦鲤的粉团灯牌和点亮灯牌。就这种夸张的东西，以前做不了了，以前确实没有钱。AI 做宏大的场景还行，确实可以啊。做人物表演就不行。我回去在芒果做那个，做那个省博啊，各种博物馆，他还把这个东西做成视频，然后视频化是吧？然后对，做的很精美。对啊，用 AI 就是很方便，很省钱啊，很省钱啊。以前可能他妈的特效花了几百万，现在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因为你那些景色照片只要一有，还是能帮你生成图嘛。对啊，很简单啊。所以现在很卷啊，很可怕。两小孩。
我觉得你们玩的就比较淡。要是我安排一天，只能去那个搓个澡吧，按个摩吧。你这很那个。我不敢安排这些。你说这些搓澡按摩是带颜色的吗？还是很正常的。这样，你原来是个这样的人。你们去洗脚吗？我们不洗脚，但是我们会搓澡。我不太习惯别人给我搓了。我都是爱搓澡。东北人嘛，东北人基因嘛。南方人那时候以前，我有南方同学去北方上学，都不敢去公共浴室。我之前跟朋友一起去外地旅游，都是中午一起吃个饭，下午各自安排，因为他们要约了。然后我就在酒店里直播呀之类的。我一说要叫到位不会，就叫我那么一次，还不是那个，怕被人吓死。其实可是你到了一个城市，你就得出来逛一下，白天，不然你觉得这个城市你好像什么都没看到。对，我是想带你。比如说想带你们去岳麓山，岳麓山不用爬山，对吧？是不用爬山的，不用爬，我们到那个爱晚亭就下来，就几分钟。他就不用爬山，他们说到顶上去。他们说其实就是个爱晚亭可以拍一下。咱也没带高级相机，算了，就简单的。你要什么高级相机？就看一看就好了。你说那个打反相机吗？对，带那个。我有一个尼康的。还是那种高级的。我可以拿你们拍啊。我不是，先可以用 AI， 只要拍照片的时候 AI 帮我进行一个景深虚化一下。它有一个，我还是觉得有趣。我当时为什么买了相机？刚好去年那刚买的。它这个手机拍出来那个光，因为我们当时给 vivo 和华为就是用的做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拍的东西其实做过了一次图像处理的，不真实。这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苹果的手机为什么更还原？我就受不了之后，我觉得还得买个相机。它这个光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有红衣服抖音吗？红衣服这个我好喜欢。为啥？我叫程，我真的达个程达也。我的抖音没有什么视频，就发2条。咋搜不到你？程达也是吗？是前面带个彩虹啊？叫什么？程达也。我自己都忘了我名字了。我非常不怎么上抖音了。抖音才这样的一个程度。抖音经常推你们俩直播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搜这个呀？哎，不是，是诚实的诚。他只有推你们俩直播，我会一点开进去，直接进直播间我就看。说不定你在这能找到对象。哎呀，你快回复他一下，找都找不到，真幸福！快回复他一下。真的吗？哪里回复他？图图的评论区啊。sorry， 我看一下我的直播。哎，我是诚实的诚啊，我没有什么彩虹，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搜不到你。好吧，那就评论区说。为什么搜不到你？把你的那个身高体重。难道会偏替别人吗？我在啊。程达也看到了。哎，那为什么你搜不到我们呢？你这是马里奥啊？对呀。你这是 AI 生成的吧？不是，是真的，是我去玩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不叫密室，也不叫密室。这不是很 AI 吗？那不是，那真是我自己原来的。咱们4个玩密室去。好吓人呢。不玩特别吓人的。那待着干啥呀？吃饭还有3、4个小时。对，我带你。拿手机我看看。不玩吓人的，还是玩吓人的？难得就是有这么多年轻人。不想玩吓人的。哎呦我天哪！吓人吗？不用玩吓人的，不用玩吓人的。我玩了。
我已经很久没这么多年轻人了，是这么多人的局。都是跟一群大佬。密室，我茶山密室逃听说做挺好。那个叫密室，长沙密室好像很有名，都是很恐怖做的非常好。而且长沙不有一栋楼，不是有那个长藤鬼那个不是，长沙有一栋楼的对面是有一个八卦的那个，你知道那个楼吗？还有这个风水是吧？就是因为这栋楼闹鬼，然后那个它对面有一栋楼，然后就是在他们的楼身上镇住它。我知道深圳有，我长沙反而不知道。怎么这么多恐怖的呢？这密室逃脱。围观人特别多。我上次跟洋洋去玩的那个，所以洋洋也照了一套。这是你呀？就是我跟旁边这个朋友一起去照的，去拍的。为什么你本人看的跟这个是你好久之前的吧？很久了，2、3年前了。我跟他也是一起拍的。你看他拍了一个绿色的，是洋洋拍的。因为在望京，我跟他俩。你应该也是怕鬼的，是不是啊？我怕鬼，不怕鬼。就是密室，你敢玩吗？你没玩过吧？我可以啊，我玩过密室逃脱。哦。是不是戴帽子不一样呢？戴帽子是不是就跟那个一样？不一样，是不一样。哎，你戴帽子跟不戴帽子为什么感觉两回事儿？这是艺术老师，软真是。来我的直播间。哇，你 title 好长。对啊，因为没有人看我，只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写的，我没有粉丝。我关注你啊，你要多一个粉丝。我没有粉丝，我也没有直播，所以没有经营我的那个。然后能想得到剧里面人跟现实中反，现实中应该是他靠在他身边。图图我觉得应该能理解，因为看到直播就已经基本上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了。是这我觉得有些剧粉看我来说，哎，这怎么两个人靠反了？是不是？你拍的剧你是啥剧？我去看一下。我没拍过剧啊，我没有演过。他是我们的绿豆。就绿豆里面大家都以为是霸总，是刀是霸总。他演霸总演的都不差呀。哎呀，我的人设也不是霸总，这演挺好，大家不都信以为真的吗？这说明演的好。信以为真。你会被催婚吗？已经过了年纪了。天哪，我们都放弃了。你现在会被吗？我已经完婚了，其实我都快离婚了。啊？你结过婚啊？假的嘛，没领证，又没领证。办婚礼了是吧？就只办婚礼，又没领证，又没同居，又没什么。那女方是？当然是超 man 的 T 喽。不是，他其实是2T，就是很女性的 T 啊。他今年就想离婚了，因为他要生孩子。离婚？你们又没证离啥婚？名义上离婚呗，跟别人说我们要离了嘛，不然到时候那他单方面发朋友圈就好了。谁要这么说？不用发朋友圈，只要让家里人知道就行。哎，那你们过年那会儿会一起过吗？我今年不就自驾去他家的吗？自驾从那个安徽去了他家。那你们走关系是吧？家里的稍微走一下，因为我爸妈想走，我俩想走，他也不想走，我们俩都不想走。那你们怎么睡觉？分房睡啊，他家有3间房，没关系。那你们夫妻俩不睡一间房，不睡一间房，等爸妈先睡了我们再睡。假装睡一个房间不行吗？不行，我打呼，他睡不着的。那其实你打呼还好，
你们睡着了吗？你比我们俩打呼轻多那你们了。睡一个房间里边？没有，2间房，我们是2间房，但是我们不隔音，你打呼噜声很小，对，还行吧。远了吧？就几乎听不到。那图图的，我们俩声音才算大，你能听到我们打呼吗？听着听到，反正我戴耳塞，我觉得还好，就变得很轻了。我睡觉前会戴上耳塞，现在这样我的密室就能入睡。逃脱，那个图图你在看是吧？对啊，你真的要现在密去啊？室逃脱全是恐怖的，以前还有益智类的，我上次玩，哎，我喜欢益智类的，就很适合我。益智类的你做不出来。哪有谁说的？你哪有脑子啊？我他妈也是个2本学生的。那你以前会去在逃会吗？你从来没去过吗？我去过呀你，也去过啊？我那个时候是跟汉子他们总在一起玩儿。在逃会就蛮夸张的，我就适合玩这种700个人高智商的。我曾经有最大一起玩蜜桃是吧？我每天看最大的一次蜜桃局应该是每天上百看那个人种智斗番。我玩名侦探过最大的游柯南，戏是在世界之窗玩那个啥我名侦探柯南全员都看了好多季了。全员加速中，你们看过那个综艺没有？全员加速中啊，啊、就是那个圣诞节在长沙那个世界之窗，买在五一广场我知道在我地方，反正不是99我说那个那边啊，咱们这4点的，可以啊。4点现在几点？你确定吗？我都买完了呀。我买的这个还贵呢。真快。我这都好久没有玩了。一人多少啊？一想都快2-3年前的事儿了。不是，几个人成团呢？ 4个人，直接那正好。就咱们4个呀。那是我23年玩的了。这个其实玩过这个不太恐怖，这个最主要的是他演的好。这是演绎式的吗？对，他不会跟你有任何这个。这是做题吗？你会离得远，哦，他不会观看，不会碰到你。对，不会，哦，那我玩过这种。需不需要做题目啊？不需要，他这个不需要，演绎式的。他这个就是演的很好，主要是演的很好。吓死了！我要是做不出来，我会很生气，就是我是之前玩一个演绎式的，就是有个鬼在之前这个墙上爬，然后他们会一慢慢直玩传呼机爬向教的嘛就。是这个，后来不行，我说再玩一遍，你是不是玩过了？换一个玩，我就玩出来。然后是一家啊，然后他就会摸到你的头，是一然后我们还在一个桌子前面好像解密，然后窗户呢会有那鬼影，然后突然之间冒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哎，家。我们上次给苏锦拍 MV，你知道吧？我们就是在密室里面拍的。在密室里面拍，我把密室这个叫那不是 Unity Play，很黑吗？很暗。它是哪一有叫光啊，各种剧场光效的。名剧的名字这叫 Unity Play，它的剧，这这叫个我们租了1天，把那密室就是趁着他工作日租了1天。我玩那个好像是，这是一个恶魔要转世还是要出世？玩这个吧。这个那个之前要498，他这个为啥这么便宜？哎，你先把那个发给我。哪边叫什么？地方吗？我发了他。对，我看车停哪。你这个美颜了吗？有，诶，屁股好嫩。还是我因为我没戴眼镜的问题。上。OK，好。哇，你字体也好大呀！因为我演哦，得好你以前直播的时候伤了眼睛。对，我演得好。是哪个呀？就这个啊，这个，它上面没有那个。哎，River 啊，哎，这个北京也有哎。对呀，你玩过吗我？没玩过，上次我们去参观过，然后当时想租这个场地，但是这个场地太贵了，我们就租另一个。那肯定贵啊，人这个这个密室就贵，这是密室标杆。这也算是对，也是北京标杆。对，你是一个人那么贵吗？多少钱啊4个人多少钱？4个人900多，1000。你夸张了，图图。那你真的？我们之前那个这一个要500块，这边便宜了。这差哪了？400多500块。不是一个人，我们之前是一个人500块。你一个人到这边降价400人得2000对啊是吗？你以为在逃会他们有多能，就是他们撑起了北京的那个密室，你知道吧？因为人太多了。对，在逃会他们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没事儿就能碰到在逃会的人一起拼在场。逃会应该是要了个低价吧？估计应该不是，我觉得他们只是热爱。 100-200块。对，普通的100-200块，但100-200块那种人吓死你的，你玩不了。这个场地我大概知道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当时灯全打开了看了一遍。看过的是吧？它里面确实有很恐怖的东西。
还那种把你关在牢笼里面那种都有。人生体验嘛，他都没玩过，真的啊。我咋没玩过啊？没玩过这么高玩级。过这种，我玩过高级密室多了。它高级在哪儿？它是演的很好。我们那次玩那个特别大的场地，还有爆炸，还有地铁的那密室。你玩那个是那个生化危机的那种。对，有那个追僵尸追你，满围着那密室满密室跑。叫那个消失的光芒吧，我不知道忘了。反正就是我是那个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在地铁，然后有一大帮人，然后就把你抓走，然后就是让你分散到各种。对，我们有分阵营，我当时工程队的，好像是就是负责发电的。发电。对，会拿着那个电池发电，一发电的话一亮，那个僵尸就睡觉了，就是休息了。然后你敢玩吗？那么多僵尸追你？我第一次玩那个是。几点的？4点的是吧？4点。对。走吧，我是不敢坐单线去啊。你先搜一下去那个位置需要多久吗？去半个小时。那咱们可以去，提前得准备。对，提前准备，对吧？他那个要提前准备。走吧。然后我还玩过那个演绎式的，就是全程就是他们那些工作人员还有包，你放他包里，不会碰到你，但是他会。我这个也是不碰的，在墙角摸你的头。他从这个房间，从那个墙上慢慢往下爬，多吓人呐！慢慢接近你。这个就是，而且他接近的过程是黑的，然后他突然一亮，然后就看到离得近的，然后再一亮，离得又近了。那你们玩过那个呢？就是那种就是会嗷嗷喊。我没试过那么恐怖的，做不清。我那个僵尸追着你就会嗷。就是。然后我们那个僵尸，你待在安全屋里，他还会从那个墙头那爬进去，爬到安全屋里，妈吓死了！人生的体验，我全程就是跟着别人后边跑，他们解密啥的，我就躲在一边。你不是智力担当吗？你？那你这吓人的，可咋智力担当啊？你吓得你脑子都不运转了。而且他们密室的那些解谜都特别的简单，但是我就会主观的给他想的特别复杂，但是其实呢很简单，你就不需要想那么复杂。让我们看一看长沙的天。这个是吗？是吧？感觉这么矮呢？这个不是，这个是其他款。好看。准备要买车，我妈就没事，那我就跟我妈说，那我就能开就行。哎，可以，这应该挺长的。嗨，老公，你脸咋看着这么胖呢？在直播间？那谁的？实际上没那么胖。是上机，镜头本来就会边那个，但是镜头下的我就很瘦。特别是演绿豆的时候，那很神奇。那是因为你的身子衬的，你身子比较壮。我下颌线就很明显啊。他下颌线，特别是从上面一拍，看下颌线。我都没有脖子了。减吧。那忽然天天拉肚子，肯定上来。但是我已经适应了辣椒了。你要更辣的辣椒，停2个小时。10块钱才？1个小时5块钱啊。便宜啊！我那1个小时15吧。这还算贵。你说1小时15是北京的什么？不是啊，就刚才，就是咱们住的地儿啊。咱们住的地不是1天60吗？1天60，但是它按小时的话就是15。疯了吗？你们1天60啊？就以为他都没法停吗？
要后面的歌。老公，你拿的累不累？对啊，对了，我们晚上吃烤肉的地方在哪里？反正你现在去玩啊？那边很多。还不确定是哪一家是吧？哦，对，然后我到。啊，他问了，对，到时候你也等会儿发给他。实在不行就在五一广场附近就。在五一广场附近吃吧，因为玩完对估计到6点了。对，玩完也饿。本来你是想让我们地图开始为您播报前方路打一架都行，我觉得。哎，这是什么花啊？主要就是日式烤肉，就是那个牛肉会比较好一点。哦，你想吃日式烤肉？对，牛肉好一点。那些我准备带你去万象城的。万象城我们穿这身不愿意去。干嘛？我得把 LV 拿出来。穿叫 LV 不是？我现在都没有 LV 了，都扔了。你以为是那个北京 SKP 吗？成都的万象城全是 gay， 挺多的。就是以前的 gay 不都是在太古里吗？后来万象城开了，很多人就去那边了。而且熊一对一对也挺多。我去那边我都害羞，害怕。密室的工作人员会不会逮着那胆小的使劲下？这个不会，你放心，我会吓你的。就是演吓人吧？如果不像我就吓他。真的有那么吓人吗？玩的吓。这个不会。River 是复仇的意思吧？我都忘了，我这几个好像都玩过，但我都忘了。他没有单线任务吧？没有。我记得没有。如果那个人真的把你们吓到，你们会反手打他吗？不会。就是下意识的那种。不会。咱们玩的不是那种，要玩那种的话，我心脏也受不了。解密码，我们连真的做题的解密码，各种各样的文字的、图形的。我第一次玩那个密室是个特别简陋的密室，他就连个工作人员都没有，他最后是一个那个假的棺材，里边放了个假骨头，都把我吓得不得了。北京密室都衰败了。但这个密室确实还蛮经典的，当时还有不少人去。它就是行业里的标杆了，就是很厉害了。但是它现在也，你看也降价了，现在都没人玩了，应该。就是这个行业不行，成本太高了。它装修也就能撑个3年。现在我之前学生都玩桌游、狼人杀，这种都没什么成本。但是我也觉得，桌游狼人杀你要多搞。我跟刀的好像，我那个读研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玩狼人杀。我都不玩狼人杀，玩到什么程度？玩到晚上11点多，那个打烊了，然后开了个房，然后一起上，一直上多少呢？下播了，手机没电了。充电吧。